青铜神树是否在倾听天地密语？纵目面具能否看穿时空褶皱？太阳轮盘可曾转动过失落王朝的年轮？当3000年前的金箔触碰现代镜头，我们究竟在凝视文明的倒影，还是未被破译的宇宙密码？今天，跟随我的镜头，让我们循着青铜神树的年轮纹理，在三星堆迷雾中展开一场时空折叠之旅。再去看一看这个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为何消失的古蜀文明。您此刻凝视的这件2.62米高的青铜巨人，不仅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是禁止出境展出的华夏文明瑰宝，象征着3000年前古蜀王朝的辉煌与神秘。这尊青铜雕像重达180公斤，犹如一座穿越时空的丰碑，将我们与遥远的古蜀文化紧密相连。当这尊青铜巨人穿透3000年时光，那些凝结在莲花冠上的兽面纹路、单臂短衣与多层长衣交织的复合甲胄，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古蜀王者的无上威仪。雕像的造型细致入微，头戴回字纹高冠，冠饰上精美的图腾纹路，透露着古蜀民族特有的审美与宗教信仰。他那威严的姿态仿佛穿越古今，传递着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尊青铜巨人脚踏4足坐，双臂环抱，形成一种神秘的姿态，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或是表达某种深刻的象征意义。其双臂的环抱姿势至今仍然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那原本应该在掌中紧握的圣物，究竟代表了什么？是象征王权的象牙玉章，还是沟通天地的祭祀法器？根据现有的主流学说，许多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巨人很可能是古蜀王朝的君王，蜀王残从的雕像。他不仅是蜀地的统治者，还是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的神圣人物。此外，也有观点认为，这尊雕像所代表的可能是主持天地仪式的大祭司，身负宗教与政治双重职能，象征着古蜀王朝对天神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无论是哪种解释，这尊雕像的存在都显示了蜀国古老文明的深邃与复杂。然而，尽管现代科技和考古学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这尊青铜巨人的部分历史背景，但他那凝固在青铜中的永恒手势，仍然如同一部尚未破译的文明密码，等待着后人进一步的解读与探索。它不仅是古蜀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见证者。在这尊雕像面前，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古代蜀地文化的辉煌，也能感受到跨越1000年的文明力量，仿佛它正跨越时光，与我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这柄用0.2毫米金箔包裹的1.42米长权杖，堪称青铜时代的黄金史诗，其精致与壮丽超乎想象。内里中空，残留的墓穴痕迹清晰可见，表明它的原身为一根精皮包裹木棍而成。这种工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融合了木材的韧性与金属的辉煌，彰显了古蜀王朝精湛的手工技艺与对权力象征的极致追求。这柄金杖的器型，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埃及法老所使用的黄金权杖。虽然文化背景各异，但其象征权力和神圣地位的功能却是相似的。权杖的顶端装饰着一段长达46厘米的纹饰，这些精美的图案不仅具备艺术性，更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一组为3个头戴5尺高冠、佩戴耳坠的人头图案，表现出当时统治者的威严与崇高地位；而另一组剑与横穿鸟鱼的图案，则展现出古蜀人民对自然界生物的敬畏与神话。学者们认为，这些图案可能暗示着古蜀王朝的双生起源，即崇拜鸟图腾的部族与掌握金杖权柄的氏族。
在血火交融中共同缔造了这段辉煌灿烂的文明。鸟图腾象征着天与地的连接，而金杖则代表着统治的权利与神圣的合法性，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古蜀文化的独特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这柄权杖杖身上残留的精皮包裹痕迹，与桐木出土的金杖、玉章、鸟头、权杖等物品共同勾画出一个复杂且富有特色的王权体系。这些器物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许它们与当时的祭祀仪式密切相关，是统治者通过仪式巩固权威与神圣地位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杖端的装饰缺失，成了考古学家们热衷探索的谜团。这一缺失部分是否正是破解于福王朝兴衰的关键密钥？有人推测，杖端的装饰可能曾包含象征神权或王权的特定符号，而其缺失可能象征着某种政治变迁或王朝的衰落。无论如何，这柄权杖作为古蜀文明的遗存，不仅是青铜时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一段古老文明文化符号的凝聚。它提醒我们，古蜀王朝不仅在物质文明上成就斐然，在精神文明上同样卓然独立。它承载着王朝权力的象征，也蕴含着那个时代对天地神明与人类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这件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美感的文物，就是出土于5号坑的金面具。它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和巧妙的设计，这个金面具可以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独立立起，似乎在向我们展示其非凡的制作技艺。这件面具的含金量约为85%，银含量则在13%到14%之间，重量为286克。如此高的含金量和独特的工艺，使它成为三星堆遗址中的一件珍贵遗宝。面具的造型设计令人叹为观止，它的眉毛和眼球部分镂空，形态精致，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双眼睛仿佛正在注视着你。高挺的鼻梁与脸部轮廓相得益彰，整体造型具有强烈的立体感，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准。这种设计既展现了古蜀文明对面容美学的独到理解，又可能与某种祭祀或宗教仪式有关。面具的形态和构造似乎为佩戴所用，但具体用途至今仍无确切答案。它可能代表着某种神奇的面容，也有可能是古蜀王族或祭司在特定仪式中使用的神圣道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未能找到这件金面具的另一半，这也让人不禁感慨，三星堆的秘密远远没有被完全揭开。这一缺失的部分，或许包含着更深层的象征意义，或许是对古蜀文明的一种未解之谜。然而，也正是这种遗憾，反而让三星堆遗址显得更加神秘和令人向往。仿佛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等待着后人去破解。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至今已经接近100年，但迄今为止所揭示的仅仅是整个遗址不到2%的面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或许会发现更多令人震惊的文化奇迹。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古蜀文明的辉煌与神秘。也许这些遗留的文物和它们的背后故事，最终将为我们揭示一段被尘土埋藏已久的历史。这件章的表面雕刻有叙事性的祭祀图案，图案精美且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表现了庄严隆重的祭祀场景，为我们研究古蜀的宗教信仰、祭祀礼仪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整体布局来看，图案分为上下2幅，正反相对，每幅图案又有5个不同层次的构成，层层递进，展示了祭祀过程的各个环节和细节。最底层的图案中雕刻了2座山峰，
象征着山林的神圣。山与山之间立着象牙，象牙的象征意义在古蜀文化中极为重要，它可能代表着权力或神力的传递。外侧插着2枚牙章，象征着祭祀所用的工具或神圣的器物。牙章作为古蜀的象征性物品，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代表了王权和宗教的权威。第2层则描绘了3个跪坐的人物，头戴山形帽，耳饰为圆环形状，身着无袖短裙，双拳相抱置于腹前。这些人物的姿态与动作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神圣的礼仪或祈祷仪式。跪坐的姿势常见于古代宗教祭祀中，象征着对神灵的崇敬和臣服。山形帽的造型也可视为对山神的敬畏，而耳饰则可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表明这些人物在社会和宗教仪式中的重要性。第3层是几何形的云彩图案，这一层可能代表着天界或神灵的存在。云图在古蜀文化中往往与天神、神明或祖先的庇佑相关联。云彩作为自然现象的表现，其变幻莫测和神秘性常常被古代人赋予宗教和超自然的象征意义。第4层的图案再次出现了2座山，山间有一个船形符号，可能象征着神灵的庇护或祭祀用的交通工具。2座山外侧似有人物手握拳，拇指按压在山腰，这一动作十分独特，可能意味着某种仪式中的动作，如神奇的召唤或神力的凝聚。最顶层是3个并排站立的人物，头戴平顶冠，耳饰为菱形，身着无袖短裙，双手的动作与第2层的人物相似，均表现为祈祷或祭祀的姿势。站立的姿势与跪坐的不同，可能象征着不同社会阶层或不同角色的神职人员，分别在祭祀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图案的整体设计和层次分析来看，这件玉章所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于山林的神秘崇拜以及对自然力量的祭祀活动，特别是山和云的反复出现。可以推测，这场祭祀活动可能是为了向山神或自然神灵祈求丰收、安宁，或者是祭奠祖先、祭拜天地。玉章作为祭山的利器，可能是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用于仪式的开始、完成或神灵的召唤。它的出土展示了古蜀人对自然与神灵的深厚信仰，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蜀文明中精致而复杂的宗教祭祀体系。当您与这对外凸15厘米的柱状眼球对视时，或许您会突然理解为何东晋史学家长渠在《华阳国志》中提到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这段记载不仅展现了蚕丛王的独特形象，也揭示了古蜀王朝可能存在的一种神秘文化符号。眼睛的象征意义可能代表了某种神性或王权的神秘标志。面对这件重达468公斤的青铜神器，您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凝固了古蜀传说的真容，更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内涵。这件青铜面具的形象奇特而令人震惊，尤其是那对突出的柱状眼球，显得既夸张又神秘。它的眼球部位突出，形状独特，仿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似乎能够穿透时间与空间，凝视着古代蜀国的历史。这种独特的设计给人一种神奇般的气息，正如古蜀传说中所描述的，蜀侯蚕丛可能具备某种与神灵沟通的能力，而这双眼睛则成为他王权和神权结合的象征。这件面具的耳部夸张的卷云纹饰，这一图案与青铜神树纹样的局部设计相似，似乎又在无声地传递着古蜀文明的象征含义。头
桐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利，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耳部的卷云纹也是对天地神力的一种致敬，代表着古蜀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天神的祈求。综上所述，这件青铜面具不仅将古蜀的传说凝固为青铜真容，更揭示了当时蜀国人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工艺技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古蜀人对王权、神权、自然力和科技的深刻理解，成为了古蜀文明辉煌与神秘的见证。怀疑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的说法，估计90%的人都是因为看到了这件太阳轮。在三星堆2号遗址坑出土的这件青铜器，距今已有3000年之久。然而，它的形态和结构却与我们熟知的现代科技物品相似，甚至有些像宇宙飞船上的方向盘。尽管它的外观和构造似乎暗示着某种外星科技的痕迹，但它的正经名称其实是青铜太阳形器。这件器物直径约85厘米，中央凸起，外围有5条放射状的纹路，这些纹路与外围的晕圈连接，形成了类似太阳辐射的图案。这件太阳轮的设计让人不禁联想到现代航天器中的动力装置或方向盘，特别是它的放射状结构和几乎完美的圆形形态。它的设计看似简洁，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和宗教意义。在古代，太阳通常象征着生命、能量和创造力。三星堆的这件器物或许与当时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以及对宇宙运作方式的理解息息相关。对于古蜀人来说，太阳不仅是自然现象，它可能代表了神明的力量、天命的指引，或者某种宇宙秩序的象征。除此之外，太阳轮本身的制作工艺也令人称奇。器物采用2次铸造法制成，先将运圈和5道盲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盲条上，然后再与运圈衔接处2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盲条铆接牢固。这种分段铸造技术不仅提高了铸造精度，也展示了古蜀人在青铜冶炼和铸造方面的独到成就。三星堆的太阳轮不仅是一个物质遗物，它更可能承载了古蜀文明的创世神话和宇宙观。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以及通过精湛工艺制造出的这件器物，可能传递了一种关于天地、神奇、王权和宇宙力量的深刻理解。通过对这件文物的研究和对比，我们不仅能够窥见古蜀人对宇宙起源的理解，还可能揭开一段尘封1000年的创世神话。1986年至今，三星堆遗址1号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约8棵青铜神树。这些神树以其独特的造型和深刻的象征意义，吸引了无数考古学者和文化研究者的目光。到目前为止，能够修复的神树共计3棵，分别是1号、2号和3号青铜神树。而我们眼前这棵高达3.96米的1号青铜神树，是1986年在2号祭祀坑出土的，它由200多块残片修复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有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堪称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号青铜神树的设计极具特色，神树分为3层，每层3只，每层上方分别悬挂一仰一垂的果实，每个果实上方立着一只神鸟，形成了一种生动的层次感和节奏感。这些神鸟似乎在守护树上果实的神圣力量，象征着生命力和神力的传递。而树干上的铜龙更是赋予了这棵神树神秘的力量，龙头朝下盘旋而下，似乎在向人间传递某种超自然的能量和智慧。从神树的设计可以看出，古蜀人显然把神树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神龙的存在似乎象征着天与地的连接。
古蜀人可能认为神龙可以通过神术下到人间，带来神明的力量和智慧。这种设计不仅展现了古蜀人对于天地间神秘力量的理解，还反映了他们对神灵的崇敬和对超自然现象的渴望。古蜀人通过这种巧妙的艺术表现，试图通过神术的存在来创造与天地之间的交流桥梁。此外，也有学者猜测，1号青铜神树可能代表着远古神树扶桑或建木的化身。在古代神话中，扶桑树是连接天地的神树，它的存在使得天地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将扶桑树的形象与青铜神树相结合，可能意味着古蜀人视这棵神树为一种神圣的象征，象征着天地人三者之间的联系和互通。而神树中的神龙则是这一联系的纽带，承载着与神灵沟通的功能。可以想象，这种设计不仅仅是宗教仪式中的象征，更是古蜀人对宇宙万象、天地神灵的敬畏与理解。更重要的是，青铜神树的发现也让我们看到了古蜀文化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上的高度成就。古蜀人通过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将他们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具象化，赋予每一件神物强烈的象征意义。神树不仅仅是祭祀的道具，它更像是一种传递神力的载体，是古蜀文明与天地宇宙对话的桥梁。它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古蜀人如何通过艺术与信仰的结合，创造出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文化遗产。因此，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不仅是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遗物，它也展示了古蜀人如何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对宇宙秩序、自然力量和神灵的深刻敬畏。神树不仅连接了过去与现在，它也在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向我们传递着古蜀文化的神秘与智慧。此刻，8座祭祀坑仍在沉默，3棵神树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深埋地下的5座城池、9重星象，正等待我们用新的目光，重新翻译青铜时代的摩斯密码。当您走出展馆，或许会突然听见那些穿越时空的青铜回响，正在每个人血脉中奏响属于中华文明的多维史诗。